你知道那种最丢脸的输是什么吗？不是被打倒，也不是被踢飞，而是你明明站着，明明用力，明明觉得自己很稳，可对方只是一按，你整个人就像被抽掉骨头一样，自己退，自己乱，自己喘。那天早上我去城里一间拳馆，那位师兄练拳20年，肩背像墙，手掌像铁板。我心里想，我练太极也好几年了，至少不会太难看。结果第一下接触，我虎口就麻，第二下他掌根往我胸口一贴，不是打，也不是推，像把一块石头放在我胸口。我呼吸瞬间被卡住，眼前白了一下，脚跟像自己浮起来。我退了3步，差点坐到地上。旁边的人笑说，你练太极练到软了啦，太极那种慢吞吞的，拿来养生就好。我当下真的想回嘴，因为我知道我很努力，我每天练，每天站，每天掉，汗流的比水都多，拳也打得比水都顺。可为什么碰到真正会的人，我像一张纸？我回到山上问师父，师父在煮茶，雾很重，他连头都没抬，只说了一句，你练的是力，不是气。你们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会不服，什么叫练力？练拳不练力，那练什么？我先不跟你讲道理，我先把那个早上的画面讲清楚，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见过城里那种拳馆，地板硬，空气闷，墙上贴满奖状，人一多话就多，话一多心就浮。你一走进去，还没动手，你的肩就先提了，你的呼吸就先短了。这不是胆小，这是气机已经乱了。你那位师兄为什么只是一贴一按你就退？因为你当时不是站住，你是撑住。撑的人外表像石头，但石头里面空的，他一贴，你胸口那口气被堵住，你的身体就开始找出口。你一找出口，肩就顶，腰就扭，膝就缩，脚跟就浮。你以为你在用力，其实你在逃。很多人输就是输在这里，不是输给对方的力量，是输给自己身体的慌。我问你一句，你退那3步的时候，你脑袋在想什么？你一定想，糟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要撑住，不能丢脸，对不对？你越想不能丢脸，你就越丢脸，因为你的心一急，气就更浮，气一浮，你的根就更空。这就是外家与内家的第一个分水岭。外家多靠形与力硬撑局面，内家先把气与根安住，局面自然稳。我再说一次，外家拳没有错，少林、洪拳、掌拳、硬桥硬马，练筋骨，练爆发，练抗性。练得好的人身体壮，胆子大，反应快，那是本事，是真功夫。但外家的路最容易让人上瘾。为什么？因为猛很爽，你一用力，肌肉撑起来，你会立刻感觉到自己强。你一发劲，别人退，你会立刻感觉到自己有效。这种回馈很快像喝烈酒，喝下去热，热完之后空。你们现在很多人练到后面，肩颈硬，腰紧，膝痛，睡不沉，还以为是练得不够，所以更拼，更猛，更撑，最后变成什么？变成一身功夫，一身毛病。我不是笑你，我是在讲一个现象。肌肉是耗材，意志也是耗材。你靠爆发去赢，你就是在烧油，油烧久了，你就开始用脾气在练拳，越练越烦，越练越躁，越练越怕输。那不叫强，那叫心被力带走。你问我内家是什么？我不用一堆名词压你，
我用一个简单的画面。你刚回山上问我雾很重，茶壶在冒气，你坐下来那一瞬间，你的胸还是紧的，你的肩还是提的。你说你累，其实你不累，你是气堵。我推一杯茶给你，你喝下去，喉咙热，胸口松一点。你以为那是温度，其实那是你的气开始往下走。气是什么？气就是你身体的运行状态。你紧张会胸闷，这叫气滞；你害怕手会冰，这叫气缩；你放松全身会暖，这叫气行。所以气不是迷信，气是你每天都在用，但你从来没学过怎么调的那个东西。太极为什么叫内家？因为太极不先问拳怎么打。太极第一个问题是气在哪里？气在胸，你就浮；气在肩，你就硬；气在头，你就飘；气在丹田，你就稳。你们看，真正会的人，他站在那里不说话，你就觉得他稳。那不是气势，那是气归位。你们最爱问一句：师父，气沉丹田到底怎么做？我告诉你，气沉丹田不是靠想象，你越想象越紧，你越紧越浮。你把脑袋当成手去抓气，那气一定跑。气沉丹田靠的是结构，结构对了，气自然回家。那天我叫你站着，你说你松了，我看一眼就知道你是假松。你外面松，里面撑，你那种松是用来维持面子用的。我走到你背后，轻轻按你肩胛一点，你立刻有反应，那就代表你在那里藏力。藏力的人最怕被碰，因为一碰就露馅。我跟你说，把架交给地，不要交给肩，根在脚，不在上面那口气。你记住6个要点，你不用理解，先做到：肩松，肘垂，胸微含，背微圆，舌顶上颚，呼吸细长。你做到这6个，你不用想丹田，丹田会自己出现；你不用追沉，沉会自己发生。什么叫真的沉？我给你一个标准：当你真的沉下去，你不会觉得你在努力站着，你会觉得你被地拖住。那一刻，你才知道你以前练拳是用肩在扛命，你现在练拳是把命放回地上。你城里那位师兄为什么一贴你就退？因为你当时是手在推，不是身在推。你以为你很用力，但你力只在手掌那一小块，你的脚只是站着看戏，你的腰只是扭一扭，你的背没有参与，所以你是一节一节的。真正的内家是一条线，从脚到腿到胯到腰到背到手，一口气贯穿。你那位师兄贴你胸口，他不是在跟你比例，他在做一件事，他在试你气在哪里。你气在胸，他就堵胸；你胸一堵，你的根就空，根一空，你就退。你退的不是脚，是你的心先退了。我那天在山上给你试，你推我，我只推半步。你以为你输在力量，其实你输在路线。你用的是肌肉收缩，局部爆发；我用的是气贯全身，整体传递。手只是出口，脚才是起点，背是传递，丹田是总开关。所以内家发劲不猛，但你挡不住。
因为你挡的是整体。你们现在人最可惜的是，你们把身体当成一堆肌肉，觉得肌肉大就强，肌肉硬就猛，但肌肉其实只是表层，真正让你整起来的是筋膜。筋膜像一张网，包住你的肌肉、骨脏。内家练到后面，全身像一张弓，弓不是靠肌肉硬撑，是靠筋膜整体拉开。所以我说一句话，你们先记住，气走筋膜，不走肌肉。你一练猛，肌肉紧，筋膜缩，筋膜一缩，气路就窄，气路窄，你就更想用力，越用力越窄，最后整个人像被自己绑住。你说你老了，腰痛、膝痛、肩颈痛，很多不是年纪，是气血进不去。气血进不去，关节就像门生锈，你再怎么硬推硬拉，都只是把门把掰断。内家要做的事很简单，把门打开，让气血走进去。所以古人讲气入骨，不是小说，不是玄，是骨节松开有空隙，气血才进得去。进得去，你就不僵，不僵，你就老得慢。你们别以为这跟打架有关，你们每个人每天都在过手。你跟老板过手，你跟孩子过手，你跟情绪过手，你跟失眠过手，你跟焦虑过手。你一焦虑，胸就紧，胸一紧，气就浮，气一浮，人就急。你急，你就想控制，你想控制，你就更紧。最后你以为你在撑生活，其实是生活在撑你。内家的第一课就是把心放回身体，把气放回丹田。你气回丹田，你的睡眠会深，你肩松肘垂，你的焦虑会降，你胸寒背圆，你的情绪会稳。这就是为什么太极慢，因为气不能急，急则浮，浮则散，散则虚。你越急住变强，越把自己练散。你问内家最高是什么？不是打赢水，不是把人推多远，也不是看起来多神。内家最高是心不动，你不动，对方乱；你不乱，你就看得清；你看得清，你就不必硬。很多人练拳练到最后，变得脾气更大，眼神更凶，那不叫功夫，那叫力把你带走。真正的功夫是你站在那里，你的眼神不飘，你的胸口不堵，你的脚下有根。你不用凶，别人也不敢乱来，因为你稳。最后，我把外家与内家讲成一句你记得住的话：外家是门，内家是屋。没有外家的筋骨基础弹气，容易变空谈，但只停在筋骨不进气，也只是半途。真正完整的路是从外入内，再由内出外。外形柔中带刚，内气沉中有动。你们今天听懂一件事就够。你练拳不要只练动作，要练气回家。气若通，拳自明。那晚我第一次不急着打拳，只做着呼吸，胸部浮了，脚底微热，我才明白我以前练的是动作，师父要我练的是命。